一天之内，2台挖机挖断东家2根水管，你们可想而知东家今天的心情是怎样的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。8年前我给东家干活，因为看前面的美女去了，所以挖到了他1根水管。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叫过我挖机了。8年过去了，现在房子快建好了，然后他就叫了1台挖机来给他挖下水道管。可没想到这个挖机师傅比我还狠，我上次挖到的水管都是1根小的，这个挖机师傅直接给他挖爆1根大的，然后那个挖机师傅工资都没要，直接扛着挖机就跑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水管，上面有1根小水管，下面才是那根大水管，结果上面那根小的没挖断，把上面那根大水管挖破了。1根这么大的水管，大家可想而知有多少个村停水。然后东家就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把修水管的舅舅叫过来，还要我把挖机也开过来，配合他们把这根水管接好。嘿嘿，还好舅舅是接水管的，不然这个活就接不到了。1根这么大的水管挖断了，来了4个人加1台挖机，还要发1根水管，今天东家至少要损失大几千。所以说请挖机干活还是要找陈师傅这种专业的。陈师傅最多就是挖到1根小水管，从来没有挖到这么大的水管。有了这一次，估计东家以后都只叫我挖机了。4个人花了8天的时间才把这根水管接好，怕通水的时候水管有压力造成移位，所以打了1个木桩。接下来就轮到我挖机开始填土了。首先挖一些碎的黄土，小心翼翼的填在水管的边上，再一层一层的这样压实填上来。把水管这里全部搞好之后，接下来东家就要我帮他把房子4周挖下水管沟。在挖沟之前我就问了东家下面有没有水管。东家跟我说，刚才接好的那2个水管你看到了，那2个你应该不会把我的挖断吧？只有挖机后面还有1根通往自家的自来水管。他跟我说水管码了50公分深，只要我挖45公分深应该就挖不到。我把沟挖完，没有看到哪个地方冒水，这根水管应该是保住了。可挖没想到东家跟我说还要我降下去10公分，我就跟东家说叫他别降下去了，现在已经挖了40公分深了，再降下去10公分刚好就是50公分深，就会把水管挖断。而东家却跟我说他相信我的技术，只要我把油门打小一点，轻轻的挖就挖不断的。结果大家可想而知，这根水管又被我挖断了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刚才接水管的舅舅还没有到家，又要叫他回来接水管了。在1天之内，2台挖机给他挖断2根水管，大家可想而知东家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。已经到了下午1点钟了，东家说要我先下班去他家里面吃个饭，吃了饭过来，水管已经接好了，我就可以开始填土了。在这些刚接好的水管上面填土，我也慌得很，怕一个不小心斗里的石头把他的水管砸坏了，那我的工资今天也不敢要了。所以填这个土我是格外的小心，下面填一些小的，上面再填那些粗的。一条这样的沟硬是填了2个小时才把它全部填好，搞完收工就可以开挖机回家了。今天还累又挣了东家1个起步价。东家跟我说要我过完年之后还来帮他把这个屏给他修整一下。大家看这个4合院还是很漂亮的。问老铁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在农村建房，你是建那种现代风格的别墅，还是想建这种4合院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。今天我们来挖一个鱼塘，这鱼塘呢荒废了10多年。一个水源这么好的鱼塘，为什么会荒废10多年而没有人喂鱼呢？东家跟我说，这个鱼塘虽然水源充足，但是如果雨稍微下得大一点，上面水库流出来的水就容易把这个鱼塘淹没，鱼呢就全部跑掉了。以前鱼塘右边有一条爬水沟，下雨的时候上游把泥沙冲下来，慢慢的这条水沟就被填平了。所以这鱼塘现在就是没雨的时候这鱼塘就干枯，有雨的时候这鱼塘很容易被淹没。现在老板的精神是呢，让我把鱼塘里面的草清理掉，把堤坝加高一点点，然后把旁边以前的那条爬水沟把它挖出来。老板的要求也不高，他只要喂一点点鱼，够一家人吃就行。但是他又想喂龙虾，这就拿到我了。你又想喂鱼，又想喂龙虾，
这鱼塘该怎么挖？想来想去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既然要养龙虾，肯定鱼塘里面的水就不能太深，鱼塘下面的泥巴我就不挖了，只用表层的土和一些稀泥巴把这个堤坝好好的修一下，防止堤坝漏水。老板也不懂怎么挖鱼塘，就由我自由发挥。我想着老板他不需要喂很多鱼，只要一家人够吃就行，而又要养龙虾，鱼塘里面的水就不能太深，所以靠水沟这边的堤坝我就不能堆太高，只要保持有30-40公分的水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鱼塘的底把它挖松，让老板种上草籽，因为龙虾喜欢躲在草里面，然后鱼也要吃草，反正又不要喂多少鱼，鱼塘中间种上草，老板就不用想着每天给鱼喂草了，这样省事又省身。我们还把这鱼塘的四周和中间开一条沟，放满水之后，沟里面的水就会比其他地方深30-40公分，到夏天的时候鱼就不怎么缺氧。老板一个劲的在旁边给我举大拇指，说我挖得好，挖得好。我可是村里出了名的挖得快又挖得好的挖机师傅，挖鱼塘这样的小事当然不在话下。我把所有的沟都连接起来，这样鱼就可以在沟中游来游去。靠最里面的这一边也给它挖一条沟，挖沟的同时把中间的土也挖松，这里到时候也要种草。这是我第一次挖这样的鱼塘，这样的鱼塘就适合东家这种，不要喂多少鱼，又不要怎么管理，鱼也有，龙虾也有，两全其美，一家人够吃就行。但是这个鱼塘挖好后不能立马放鱼，首先把鱼塘中间这些挖松过的地方种上草籽，等草稍微长一点点之后，就不要放太深的水，喂的鱼也只能喂小鱼，不能喂大鱼。等草慢慢的长高之后，水就可以放深一点点，草长高之后也可以挡掉一部分太阳，夏天的时候水温就没有那么高，鱼和龙虾就都可以躲在草里面。希望东家能够在年底的时候吃到大鱼。今天的鱼塘到这里就挖好了，喜欢陈老师的话，大家别忘了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谢谢大家。兄弟们，老板把100多斤的大锤都扛上了，他这是来干什么呢？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今天村里有一个老人要上山，我们今天用挖机给他来挖一个穴，让我们当地的俗称叫钉井。以前这种事情都是用人工挖，4个人至少要挖2天才能够挖出来。但自从有了挖机这个东西之后，人民发现挖机挖只用8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挖好。我这个是880马里包的，只要把路简单的修一下，把钉井挖出来就可以了。在修路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动物，我们现在把它放生放掉，然后对它行3个礼，祝它前程似锦，后会无期。我再也不想见到它了，因为我从小就怕这个小动物。这里以前只有一条人走的路，要简单的修一下，挖机才能够从这里下去。到了下面这一块土地，就到达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。老板告诉我，这2个桩子千万不能碰动，这是钉井的方向方位，由专业的先生看过的。由于这块地只有3米宽，这井的最前方是一个2米多高的坡，挖机没地方站，所以我选择把这些草把下面填起来，做一个平台。还好下面那块土地也是东家的，直接就把这些草和表层的土直接挖到下面去，还是少了土，我们再把平台降下去40-50公分，
全部垫到外面做个平台。把平台做好之后，接下来老把桩子移到里面一点，然后用线把2个桩子连接起来。准备开挖之前，我们先行杀个理。老把对我的技术还是有一点不放心，就用小刀在地上画了一条线，让我对着这个线挖。在我们这边挖这个井的尺寸一般是2.4米长，80公分宽，3米3深。挖了几铲之后，老板量了一下具体的长度，然后只要对着这个长度一直往下面挖就可以了。像我这种挖机刚好只用挖1斗宽就够了。这挖机的插斗挖这种井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。挖这个井我最怕下面有石头，因为最近10天之内我已经挖了2个有石头的井，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结果才1米深就好像挖到了石头。先用斗用力的砸一下，看能不能够把石头挖动。老板用尺子量一下最深的地方，他告诉我才1.8米深，挖机挖不动。老板说他用锄头挖一挖，看能不能够把石头挖出来。把表层的土挖了之后，老板傻眼了，整个下面全是石头，然后立马打电话叫管事的送一个大锤过来，看能不能够用大锤把这个石头砸碎。我心想，我这个挖机都砸不碎的石头，你一个人工拿个大锤能够把石头砸碎吗？如果你用锤子把石头砸碎了，那我挖机还怎么混得下去？接下来我们看这2个大哥的表演。2个人轮流敲了几十下之后，石头还是纹丝不动。这个石头要是不处理掉的话，到时候肯定放不下去。这台挖机没有装破碎锤管路，我也没有带破碎锤上来，用挖机破碎这个办法也行不通。一早也就到了12点，还好我挖机上面有这个自热米饭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先自己做个饭吃了再说。把米和菜放到这容器里面，然后把自己喝的矿泉水加一点水，把盖子盖住，等它个1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剩饭还没有熟，老板他们想到了对策，说先把石头上面的土挖掉，看这个石头到底有多大。如果这石头不是很大的话，直接把整个石头都挖掉，把土清了之后，发现这石头还真的能够挖动，这就好办了，我们只要把石头挖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石头它是竖着长下去的，比较长，大概只有800来斤左右。这个重量我挖机还是能够提得动的。把石头挖出来放到一边，只要把石头弄出来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好办了。把整个坑往挖机这边退一点，就能够避开前面那个石头，深度也能够挖到3米深。然后再把下面的松土压紧，把刚才挖石头的那个洞填起来。做完这些事，我的饭就熟了，先吃个饭再说。早餐都没有吃，属实有一点饿，狼吞虎咽的几口就把饭吃完了。虽然没有吃饱，但是至少没有那么饿了。东家和管事的再把一些需要修整的地方修一下。这个大叔他人也不上来，就要我挖土下去，我还以为他要干嘛。刚才挖了石头的那个坑还需要一点土，再反复的把土压紧。今天的活到这里就干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井挖好后的样子。虽然不是很完美，但是至少长度、宽度、深度还是够了。是地质原因，跟我技术没有关系。大家喜欢陈老师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。